哥。 陛下，你怎么样了？此地不宜久留，先回客栈。陛下万金之躯，不该冒险救我。这次算我欠陛下的。还记得少时，我练剑受伤，也是你给我上的药。疼吗？这点小伤，一点也不疼。你每次练武受伤，都是我为你上的药，所以，长远哥哥，在我面前不必逞强。曾经的事，我大多忘了。
陛下为何会独自来查案？施家把控朝堂，难以查到真相。那些鬼兵为什么自带蓝色火焰？而且，鬼兵竟会怕弓箭，实属无稽之谈。我方才与那鬼兵交手之时，发现他们的兵器上都刻有“落凤”二字。客官，您要的面好了。先去吃点东西吧。来，喝点热茶。来，慢用啊。哎，掌柜的，你可听说过昌定桥鬼兵借道？你们遇见了鬼兵还能活着回来，这确实身上有点真本事啊。掌柜的，经常发生这种事情吗？自从那件事情过后啊，这里就时常出现。哪件事？这当年啊，修葺昌定桥的时候，也是连降暴雨啊。这修葺的进度，它就一拖再拖。那朝廷呢，就调遣了一支军队前来助力。那这桥它很快就修好了吧？可就在这个时候啊，它发生了一件怪事啊！有鬼啊！有鬼啊！就把这支军队他给吞噬，入了冥府了。自此之后，我们这儿啊，便有了鬼兵借道的传说。那您可知道是哪支军队？这年代久远，小老二便不知了。多谢了，掌柜的。哎，二位慢用啊。陛下，若真如他所说，那些装神弄鬼之辈，很有可能跟落凤有关系。我想再查查，看有什么线索。明日我需回朝，为你争取时间。我不在身边，你保护好自己。如此，便多谢陛下了。一切小心为上。太师真乃神算，那陛下说是噩梦缠身，要去祭扫皇陵，哼！可他果然和那苏乐瑜去了昌定桥，而且想必现在应该已经查出些什么了。看来西家做过的事要瞒不住了。太师啊，苏文成下狱，他苏家手里面的兵马大权，苏文成目前还未定罪。若是再让苏乐瑜嫁给陛下，陛下更是如虎添翼。所以，兵权要夺，苏乐瑜也不能封妃。看来要给我们这位陛下施加点压力了。启禀陛下，刑部与大理寺调查昌定桥坍塌一事已有结果，工部与户部每一项营建事宜皆记录在册，无任何问题。那便奇怪了，西大人没问题，工部也没问题，靖远侯也说自己没问题，大家都没问题。莫非见了鬼了？靖远侯确实是说遇到了鬼兵借道。这鬼啊，恐怕是在靖远侯心里吧。陛下，靖远侯故意延误北境战事，令前线溃败。苏家若再掌管兵马大权，只恐惹人闲话。还需尽快安排个妥当人选接手，也好稳定军心。军中不可一日无帅，众爱卿可有人选？昭行司正卿刘正陵乃寒门出身，此人智勇双全，是此职位的不二人选。陛下，此寒门能得太师推举，定有不凡，可作考量啊。谁来接替苏家执掌三军，乃重中之重，朕当谨慎择选。冯卿，臣在。苏文成一案务必严谨，人证物证俱全，方可定案。臣遵旨。
掌柜的，您可听说过落凤二字？落凤，不曾听说过。哎，不过在这个密林深处啊，有一处村庄，坐落在一处洼地里，从上往下看，貌似凤尾。哎，客官说的莫不是这里吧？这该就是落凤村了吧？是枪法。人呢？不见了。姑娘，来此何事？小女本来想去往定州，可这昌定桥坍塌，只得另寻他路渡河。我不知不觉在山野里迷了路，听到了一阵钟声，便循声而来了。我们村从不来外人，但凡见了外人，便会敲钟。啊，原来如此。婆婆，小女赶路而来，口干舌燥，能否讨碗水喝？喝完水让他走。是。喝了水就赶快离开。多谢。婆婆，看您手上的茧，也是习武之人吧？什么习武之人？这是做农活做的。婆婆这双手可不像是做农活的。这是……我特意撒下的银石粉。方才姑娘在村外习的枪法，可是大苍军枪法？你认得？我父兄都曾参军，略懂一二。如今这天色也不早了，我还是送姑娘出村吧。杨云，今天待在家里，哪里都不许去。姑娘，请。请。婆婆，冒昧一问，这个村子里为何全是女子？男人打仗死绝了。婆婆，抱歉，你没事吧？啊，没事，赶快回家，没你的事。哎，好。姑娘，再往前走便可出村，老身就不远送了。婆婆，告辞。村中有很多上了年纪的女子，还都是习武之人，又会军中枪法。这个村子不简单。虚实3刻，山神庙。你果然有事要说。是我叫杨云，瞒着婆婆来的。我们长话短说。你怕是瞒不过你婆婆，
就知道你另有心思。大家都在这儿了，不如我们敞开聊聊。我和你没什么可聊的。看你言谈举止，想必也是官府之人。婆婆，为什么？我们不就是在等这一天吗？你，姑娘，我们本是杨云，你婆婆，你不要拦我！难道你不想沉冤得雪吗？婆婆，婆婆，婆婆，我不看你了，婆婆。杨云，婆婆，人都不见了，不好，落凤村要出事。看看，是。去那边，搜死去了。是。你去那边，是。这屋里没有。你们几个跟我来。这边也没有，仔细搜。是。那边看看。大人，王湛，还有西子墨。这个村并没有登记在州府的名册中，不知道有多少人，所以还不确定有没有人生还。保护好现场。是。什么人？给我追！不用追了。哎，为什么？有可能是村中的唯一活口啊！哼，他不是。王清，昨夜落凤谷大火，昌定桥附近又出怪异之事，你为何不报？启禀陛下，正因此事疑点众多，臣不得不重视，这才前来向陛下直谏。陛下，这把火烧得蹊跷，一夜之间整个村庄不复存在。臣已命人将落凤谷包围，希望能早日找到破案线索。可谁知这现场竟出现一个不明身份的女子，此人无故出现，且形迹可疑。臣恐怕现场已遭破坏。陛下，微臣办案向来雷厉风行，杀伐果决。若在现场再发现可疑人等，臣请陛下恩准，将其就地正法。难得王清一片忠心，朕岂能不准？起来说话。为陛下分忧，乃臣之本分。
你是？见过苏小姐，赵娘子患病离宫，从今起由奴婢来伺候苏小姐的起居。皇上驾到！参见陛下。参见陛下。你先下去吧。是。陛下今日可是？苏乐瑜，你可曾私自出宫去了落凤谷扰乱王卿办案？自上次陛下警告过后，小女便从未踏出过皇宫一步。难道王卿能冤枉你不成？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看来朕平日里是太过骄纵于你，让你忘了自己的身份，便罚你去玄机阁细思己过。乐瑜，倘若有一天，长颜有难，大仓危悬，你可否愿意为朕扛起千钧重担，守护江山子民？陛下，乐瑜在看什么呢？今日早课，先生讲史，讲到后妃传时，书中却尽是赞颂贤良淑德，却没有一本史书描写他们的巾帼豪情。小女心中疑惑，便借来许多史书，正在寻找。找到了吗？想来是这史海浩瀚，看了这么久，都没有找到。朕看来，我们的乐瑜倒是有左辅右弼之才。以后想不想有一番自己的作为呢？既然史书里没有，何不把自己写进史书里？若当真有那么一天，小女定竭尽全力，开创一番天地，护我大仓，承平盛世。参见陛下。你可知朕为何要罚你来这玄机阁？因为那宋娘子是王战的眼线，毕竟玄机阁内无人敢进。今日他故意提到你，
言语之中尽是在威胁朕，说再发现可疑人等便就地正法。他已认出了你，朕怕他危害于你。落凤村的事查得怎么样了？此番调查，我发现这落凤村藏有很大的秘密。村民皆是习武之人，且都为女性，鬼兵借道很可能与他们有关系。我怀疑落凤村之所以被烧成灰烬，与这个有关。王战和西子墨，他们两个在现场，不像查案，倒像是在找东西。该不会就是在找这个吧？或许查清此事，就能解开鬼兵街道的谜团，昌定桥案也会有线索。这看起来像是节制军马的令牌，只是这平阳二字，朕从未见过大仓的军队有这样的军号。大仓节制军马都需要记录在案，想必价格库该有记录。那明日一早，我们便去价格库查一查。还请陛下需想个由头发难，这样我才好暗自调查，如此才不打草惊蛇。价格库主事官岳梦玲，明日或可利用此人。陛下英明。还记得这鸳鸯灯，是你为我们选的样式。这本张生彩鸾灯传在民间可受欢迎了。是吗？你看，囊里真香谁见妾，娇绡滴血染成红。殷勤一下清宵意，奴与才郎至袖中。这刘素香啊，故意遗落红绡帕子，并题诗帕上，与拾到帕子的张顺美约定，来年元宵节约定后门相会，并以车前鸳鸯灯为号。此法果真大胆又烂漫。看来乐于都忘了。一时挨日，一日挨月，一月挨年。若当真喜欢，为何要在来年元宵节再见？一时挨日，一日挨月，一月挨年，方可两情好合，偕老百年。感情自须细水长流。你可还记得少时，你我常在这里读书论辩？自是记得。这玄机阁中的一切，小女都铭记在心。不知陛下可都还记得？不早了，陛下请回吧。
价格库上折，兵刑户3部库房年久失修，漏雨严重，长此以往，恐怕卷宗典籍要被毁掉。为何不及时修缮？回陛下，户部不拨银子，微臣实难修复。陛下，我大仓向来量入为出，今年各款项已尽数划拨，却已无多余款项，以供修缮。难道一句没钱便要置天下事于不顾吗？这西子墨、岳梦麟在。无论用什么方法，修缮之事势在必行。钱不够，就从朕的银库中出。是。抓紧去办，退下吧。太师，陛下要去价格库，恐怕是发现了什么，会不会查出西家什么事儿啊？当年卷宗西家都已处理，料也查不出实情，倒是苏文成一事得尽早把它解决。没了苏文成，陛下就是狮牙猛虎，不足为惧。岳梦麟，微臣在。价格库是要好好修缮一番了。启禀皇上，如若修缮，这兵刑户3部的卷宗典籍，都需移出去才好。那就移，亡羊补牢要快速。你们几个，跟着岳大人搬典籍，万事小心。是。这边来。你们去搬兵部，剩下的人跟我去搬刑部、户部。所有卷宗里都没有女人参军的记录，也没有任何军队使用平阳军的名号。平阳军好像从来就没存在过一样。岳大人，不是在外面指挥堆放吗？在这里做什么？回陛下，兵部的卷宗迟迟没有搬出，臣便来看看。岳大人不是说一次搬空无法全部堆放吗？待刑部、户部修缮完，再修兵部也不迟。是，还是陛下思虑周全。走吧。是。适才我翻阅兵部卷宗，发现正规军记载中是没有平阳军这支军队的，只在一个没有任何标识的卷宗柜中找到了记载。嘉宁11年冬，平阳军驰援不利，幸大仓将士血战，死守北境长城，终退敌，平阳军回朝。嘉宁11年，北境作战，该是得胜而归。朕从未听说过未得到援助之事。而且为什么驰援不利？又是谁在领兵死守？回朝后又如何了？都没有记载吗？没有，只是这嘉宁11年之事，与苏家如今的情况如此类似，这其中必然有什么联系。但这记载写得太过笼统，最后也因为没搬看不到了。我兄长已入狱多日，
本来以为此番调查能有线索，没想到……不用太过担心，你先继续查下去。朝堂上朕会设法周旋，无论如何也不会让他有差池。毕竟，这也是帮朕自己。陛下，我现在只是一个小侍卫，若是被别人看到陛下的披袍在我身上，只怕引人怀疑。陛下前些日子才受了肩伤，该是比我更怕这寒风。